现在我们针对刚刚介绍的部分做一下复习。那这一节主要是在介绍我们的这个电磁波打到一个金属表面的时候，它的反射的状况怎么样。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先给你这么一个物理的图像，也就是一个电磁波打到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以是介电物质，或者是呢金属物质。那通常它会有部分的能量穿过去，部分的能量反射过来。那我们如果要知道多少的能量往前走，多少能量往回走的话，那我们会去计算它的这个所谓的 reflection coefficient 跟transmission coefficient。那 reflection coefficient 的定义呢，就是反射的场的强度除以这个入射场的强度。那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的话呢，就是这个往前走的场的强度除以这个入射场的强度。那通常这个入射场的强度你是知道的，因为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呢，这个 radiation source 这个 antenna 是你架设的。那解这个问题的话，通常就是几个步骤。那虽然数学上头第一次下去算的时候会有点这个复杂，但是你如果按照这几个步骤下来算的话呢，那通常这个物理问题可以顺利的解决掉。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先把所有的场的式子把它写出来，然后呢，在这个边界有边界条件，把这个边界条件呢写出来。一旦把这个边界条件写出来之后，你就有办法把这个反射场跟穿透场的值呢，用这个入射场的值来表示。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很顺利的算出这个 reflection coefficient 跟这个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用这个垂直入射来做一个例子。右手边这里是一个完美的导体，然后呢，左手边这里呢可以是真空或者是介电物质。那你会发现在这个instant 的这个 normal instant 的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个magnetic field 在这上头这个边界上头的话会是最大值，因为在这个金属的这个表面的话，会有一个这个表面电流的产生。但是呢，这个electric field 是 tangential component of electric field， 在这么一个这个边界上头，因为你一个 TEM 的波打过来，你的这个electric field 的话，相对这个面就是一个 tangential component， 就是这个切线方向的电场。所以呢，你的这个电场在这上头会是等于0，因为在这个导体里头的电场跟磁场都是等于0。那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极大值的这个磁场呢，算出这个表面电流的值是多少。那在一个完美导体的这个结构的话呢，基本上你所有的这个场都反射回去，所以呢，它是一个100%的驻波。那100%的驻波的话，基本上你的最小值就是等于0。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磁场跟电场它的 standing wave pattern 的话呢，它有个相位的这个差别，差了4分之波长，或者是差的90度。好，那我们在持续的介绍里头呢，开始带进一些复杂的状况，也就是我们这个波呢，用一个小角度或者是一个大角度，任意角度打进来。那打进来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定义出一个叫做 plane of instance， 然后把这个场的这个方向呢做一个归类。所以这个 plane of instance 的这个定义呢，是来自于2个向量。这个第一个向量呢，就是你打过来的这个波的这个wavefront vector。那另外一个向量就是这个边界的这个 surface normal 的 vector。这2个向量定义出一个面出来，我们叫做 plane of instance。那如果说这个你打过来的电磁波的电场方向是垂直于这个 plane of instance 的话，那我们把它叫做 transverse electric wave 或者是 TE wave。那它的这个电场方向是垂直于这个所谓的入射面。那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它的磁场方向呢，就会在这个 plane of instance 上头。那这个波我们叫做 TE wave。另一方面，如果说这个波它的磁场方向是 transverse to the plane of instance， 也就是垂直于这个入射面的话，那我们把它叫做 transverse magnetic wave。这个 TM wave 它的这个电场呢，就会在这个入射面上头。好，
那有了这个归类之后呢，我们从这个边界条件上头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也就是入射的角度会等于反射的角度，我们把它叫做 Snell's law of refraction。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进一步的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当一个波往这边跑，然后呢有些反射在这个方向上头，那在这个 z 的方向上头呢，它会是一个 standing wave， 但是在这个方向上头是有能量在流的它是一个 traveling wave。那以这个 t wave为例的话，你的 total electric field 呢这个 phasor field 呢是这么一个形式。magnetic field 是这么一个形式，那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它们都有一个traveling wave 的 component 在 x 方向上头。那这一项呢跟时间有关系，因为你把它取成实数的值的时候呢，这一项会产生 sin 或 cosine 的kx omega t 加上 omega t 的这么一个这个相位在这个 sin 或 cosine 里头。但是呢，这个单纯的这个 sin k cosine theta I z 还有这个 cosine 这些项呢，都跟时间无关。那它代表了呢是一个 standing wave 在这个 z 的方向上头。那这个方向因为有去有回，所以这个方向呢这个没有时间平均的 net power flow。但是这个方向呢是一个单一的这个传输方向，所以你可以算出一个这个能量呢是朝着这个方向在流动。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整章里头所介绍的一些基本概念希望你能够了解，谢谢。